先放这个袋子。袋子放错了。没有，这招叫做转移视线分心大法。段云长全神贯注下象棋，刮骨疗毒。今日由我007聚精会神看港片，刮骨取弹头。等一下再看。哦。相信大家都很好奇，什么样的港片能让星爷使出转移视线分心大法？就连取子弹的痛也不能让他分心，那必须是这部《猛鬼出笼》。如果有小伙伴取子弹却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，可以自行尝试。本片可以说是80年代恐怖电影的巅峰之作，它集合了命里因果、猛鬼附体、民俗传说，讲述的是上一代的恩怨延续到下一代爆发，形成完美闭环。本片也是港片女神温碧霞的银屏首秀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阿龙和老孔是警队里的精英，这天参加完同事婚礼后，顺手抓了个小偷。可老孔喝得太多，关键时刻喷了小偷一脸，小偷也趁机逃走。阿龙也很是无奈，只能先放过小偷。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一个不开眼的司机差点撞到老孔，并且还打开超车灯示威。老孔的酒也醒了一半，开车就追了上去。可追着追着，怪事就发生了。眼看着前车拐进了巷子里，老孔追上去，却发现是个死胡同。两人都非常疑惑，难道对方会变魔术？老孔让阿龙在原地等待，他自己到后面查找。老孔穿过一片树林，远远就看到了刚才的那辆车。眼看对方还敢开超车灯跟他示威，老孔就想冲过去教训对方，结果靠近一看，才发现这是辆报废车。老孔大惊失色，意识到自己这时中邪了。另一边，阿龙发现一旁的房子里有人在砍人，于是阿龙便上前阻止。你们在上面干什么？快下来！可拿刀的男子根本不听劝阻，阿龙只好撞开房门去救人。就在男人要砍向女人的时候，阿龙及时出现将其制服，并且靠在了一旁的窗户上。就在此时，老孔也赶了过来。他一进门就看见男人脑袋变大，提着砍刀向他冲来。老孔一时紧张，就清空了弹夹。一旁的阿龙见到这一幕，彻底震惊了。他只是想要制止一起家暴，没想到老孔直接把人送走。回到警局以后，局长非常生气，让老孔自己想办法摆平这件事。此时老孔也意识到自己昨晚这是中邪了，于是便到关帝庙求护身符。而阿龙根本不信这一套，还在一旁冷嘲热讽。可紧接着阿龙就接到了任务，原来有人想要在老城区跳楼。两人刚到地方，天上就掉下一个煤气罐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个人在楼顶摇摇欲坠。于是两人一口气爬到楼顶，开始劝说男人。对了，朋友，是不是被老婆抛弃了？我也是一样，没有女人还得一样做人，何必自杀呢？是啊，回来再说。小心，别过来！可当男人一回头，恐怖的样子直接吓得两人差点没站稳。但是老孔还是强壮镇定，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向楼下跑去。两人好不容易跑了下来，结果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对准阿龙跳了下来，这下可把阿龙吓坏了。阿龙回家后发现有个四眼仔在泡自己妹妹，他非常气愤，直接将四眼仔赶走。拿回你的东西，快走！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你啊。没出息，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。随后阿龙就来到洗手间，想洗掉脸上的血迹，结果下一秒他乌黑亮丽的秀发开始脱落。妹妹听到阿龙的惨叫声过来查看，可此时阿龙却恢复了正常。这下阿龙也不得不信邪，也来到关帝庙求平安符。姓南萧玉龙，不是姓南，你还没有结婚，叫童男。童男萧玉龙，今年29岁，现向关帝爷爷诚心叩拜，希望求得灵符两道，保佑我出差平安，行运当头。保佑我出差平安，行运当头，所有孤魂野鬼不再缠身。姓南，不，童男，以后会金猪谢神，每逢初一、15、15，一定香火鼎盛，叩谢神恩。回家以后，他就把符咒按照老孔的指点布置在了家中。到了晚上，阿龙的女朋友得知后就来安慰他，而他的妹妹小霞却看了一场好戏。次日，阿龙和老孔开始调查男人跳楼的原因。男人家属告诉他们，跳楼的前一天，男人一直在喊王初一的名字。老孔大惊失色，王初一正是他中邪那天打死的男人。男人的母亲又介绍起了他们结拜的三兄弟。这是我儿子金水，这个就是初一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好几年都没消息了，一直无影无踪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阿婆？他叫阿夏，是金水年轻时候的朋友。林哥，找这个。
随后两人就来到档案室查询这3个人的资料。原来就在20年前，这3个人曾经一起入室抢劫并谋杀了事主，最终梁虾作为主犯判了死刑，而其他2人分别判了8年和10年。当年经手这个案子的正是阿龙的父亲。与此同时，阿龙的女朋友起床后就想帮他打扫房间，他见家里挂着些奇奇怪怪的符咒，就摘了下来。就在他摘最后一张符咒的时候，就像触电一样，紧接着他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吊了起来，直到吐出污浊的液体才结束。就在此时，阿龙也赶了回来，他见状急忙把女朋友送去了医院。等女朋友苏醒后，提醒阿龙千万不要让妹妹待在家里。阿龙急忙打电话回去提醒，可奇怪的是，家里的电话居然自己接了起来，并且狠狠摔到了地上。由于妹妹正和4眼仔打游戏机，根本没听到。就在此时，门外突然出现一道亮光，一阵阴风将妹妹吹飞，然后挂到了电风扇上面。这惊悚的一幕彻底将眼镜仔吓傻。阿龙和老孔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对劲，于是便向算命大师陈瞎子求助。陈瞎子很快算出阿龙一家被厉鬼缠身是因为上一辈的恩怨，并且断定阿龙过不了今年的生日。由于老孔年轻的时候救过陈瞎子的命，就想请他想办法救救阿龙，可陈瞎子却对他说：孔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不要紧，你随便说好了。你也不久于人世啊，怎么又关我的事？不错，喂，你看我的掌纹，生命线很长的，你看。我虽然看不见，可是我得到仙童的启示，知道你好管闲事，3番4次介入这段恩怨，直至触怒冤鬼，所以连你也不肯放过。我这不是自己害了我自己吗？陈师傅，你一定要帮忙，设法救救我们2个才行啊！所谓借灵还虚系灵人，一定要找到当事人，了解这段恩怨的始末。这样吧，肖先生，你去请令尊出来，而我也尽力说服我师姐杜三姑，希望她能够帮助大家解除这场灾劫。很快，阿龙到青山医院接触了老年痴呆的父亲，陈瞎子也请来了师姐三姑。由于老萧3魂没有了七魄，已经是神明不清，三姑施法召回了他的七魄。王初一、刘金水、梁夏，他们是结拜兄弟，谋财害命，警方通缉他们归案，是我经手才把他们抓回来的。王初一、刘金水给我10万块钱，要我诬赖梁夏。我为了钱，我把梁夏苦打成招。我要你切字戒断，我要报仇，我要你切字戒断。得知真相后，三姑也认为梁瞎报仇没错，让阿龙准备身后事。可陈瞎子念在老孔的救命之恩，恳求三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请四面佛到阿龙家里帮他化解。就在三姑做准备的时候，阿龙和老孔想要把老萧送回医院，结果在半路上出现了意外，老孔求的平安符突然掉落，梁瞎突然附身在老孔身上，就要为自己报仇。就在阿龙跟老孔在车上撕巴的时候，汽车撞向了路边的工程车，老孔和老萧被万箭穿心，当场身亡。只有阿龙毫发无伤。处理完父亲和老孔的后事后，阿龙就回到了家中。此时的家里已经布置好了法坛，三姑开始给阿龙讲解法事的内容。跪下，这3个响头，让我的那个冤魂做一场破地狱的法事。这9块瓦片就代表9层地狱，如果我顺利打破了，就表示他肯接受。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我会念咒逼他现形，到时候你马上到四面佛那儿拿起法衣，他就会显灵保护你的，明白吗？讲完以后，三姑就把梁夏的灵位递给阿龙，仪式开始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要打破瓦片才能得到原谅？其实破地狱仪式是道教超度亡魂的法事，通过击碎瓦片、踏钢布等象征性动作进行。打破的瓦片代表着地狱之门，9片全破就代表着亡魂脱离了苦难，进入轮回，所以梁夏就不会再找阿龙复仇。可是梁夏的怨气实在太重，最后一块瓦片三姑怎么也打不破。见到这一幕的阿龙心都凉了，手里的灵位掉在了地上，这也
也惹怒了梁虾，他直接控制大公鸡扑向阿龙，幸亏三姑眼疾手快，一剑就把公鸡挑进了油锅，把它变成了烧鸡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三姑让光头师弟过去开门，结果光头来了个有去无回。就在他们贴在门上听光头惨叫的时候，后面的油锅突然自己飘起来，向着阿龙泼来。阿龙一个闪身躲过，还在门上贴着听声音的师弟就倒霉了。现在屋内就剩下了陈瞎子、三姑和阿龙。就在此时，楼顶突然破了个大洞，一只大手伸出要将阿龙抓走。三姑和陈瞎子见状急忙拉住阿龙。危急时刻，三姑急中生智，用脚踩破了最后一块瓦片，大手立刻松开阿龙退走。还没等他们松口气，一旁的鱼缸一下扣在了陈瞎子头上。就这样，陈瞎子被活活淹死。看来三姑取巧打破的瓦片并没有得到梁虾的原谅。三姑急忙招呼阿龙揭开四面佛身上的黄布，可梁虾怎么能让他们如愿以偿？眼看梁虾出现，三姑朝他冲了上去，结果却被梁虾掏心掏肺。阿龙再次尝试揭开黄布，结果被一条绳子吊在了半空中。阿龙奋力挣扎着踢向烛台，终于在他快断气的时候踢到了蜡烛，大火很快烧毁了黄布。只见四面佛发出一道金光，救下了阿龙。紧接着梁虾也在佛光照耀下化作了灰烬。眼看一切终于结束了，于是阿龙就来找女朋友团聚，结果下一秒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这部恐怖老片可以说是港式恐怖片的标杆之作，之后非常火的山村老师和阴阳路系列都有借鉴。本片从警匪片的结构开始，逐步挖掘出阿龙父亲被诅咒的事实，从而引发一系列吓人的灵异事件。本片的唯一短板就是法师太菜，一个冤魂就能把他们团灭。如果换作英叔这样的专业人士，相信会更加精彩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